113500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呢，来给大家说一个重要的事情，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啊。今天咱们不聊美国大选了啊，咱们回到身边的日常生活中来吧。今天来聊点和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啊。当然了，节目的后半段我还是会讲到标题中说的莫里森和习近平同归于尽的事情啊。咱们首先来讲大家最关心的钱袋子的问题啊。之前面具人我是怎么说的？中共最多再给你们明年最后一个过好年的机会，数字货币在过完年之后呢，你们每个人人都能享受上了。上一次搞数字货币的试点是深圳对吧？给200多万人发放了数字货币红包嘛。当时的报道是说的10月12日到10月18日，央行的数字人民币 APP 在深圳测试了已经1周了，共有5万个中签的深圳用户体验了这一新型支付工具以及他们搭载的数字货币啊。这项测试是以发放红包的形式来进行的。深圳政府准备了1000万元的数字人民币红包，近200万人参与报名了。最后呢，有2.5个百分点的用户获得了测试资格，每人领到了200元的数字货币红包。这笔钱可以在3389家完成数字人民币系统改造的商户中自由选择消费。由此产生的数据则返回央行的数字货币研究所。2018年，该研究所在深圳设立了深圳金融科技研究院，作为中国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和金融科创中心。这仅仅是10月12号，到现在也就是隔了1个多月嘛。其实呀，此前央行曾经进行过多次数字人民币的试点工作。4月呢，雄安新区召开了法定数字人民币试点推荐会，包括麦当劳呀、星巴克呀、菜鸟驿站呀、京东无人超市呀等19家单位都参加了。面具人当时也是报道过的嘛。5月份呢，苏州市相关的城区各区的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员工呢，也通过央行数字货币的形式发放了50%的交通补贴。你们看好了啊，这个数字货币呢，就是悄无声息的，慢慢的渗透在每一个人民的生活当中呢。只是有些东西新闻爆出来了，你们能看到；有些东西呢，还没推广到你这儿，或者是你没有发现，新闻也没有报道，那你自然是不知道的啦，对不对？那么8月的时候啊，商务部将这个试点范围扩大到了全国28个省市。你们看好了啊，这个数字货币的试点城市并非只有深圳一家有，实际上呢，28个省市都有。全面深化试点的区域为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毗邻区、涪陵区等21个市辖区，海南、大连、厦门、青岛、深圳、石家庄、长春、哈尔滨、南京、杭州、合肥、济南、武汉、广州、成都、贵阳、昆明、西安、乌鲁木齐、苏州、威海和河北雄安新区、贵州贵安新区、陕西西咸新区等20个城市。很多店铺呢，甚至连 POS 机都开始升级成用数字货币的 POS 机了，加了一个新功能区块。实际上呢，这件事还引发了一系列的恐慌。当时呢，共产党也通过一些文宣的骚操作来降温，来消除老百姓的恐慌。当时面具人我只是忘了报道共产党是如何消除老百姓的恐慌的啊。那你们看这张图啊。商务部14日发布了关于印发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的通知，其中公布了数字人民币的试点地区，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及中西部具备条件的试点地区开展数字人民币试点。据记者了解，目前数字人民币的试点仍然是4+1的模式，先行在深圳、苏州、雄安新区、成都及未来的冬奥场景进行内部封闭试点的测试，并没有更多的变化。有相关人士指出，网上盛传的北京、天津、上海等28个试点城市都在搞数字货币测试，其实呢，那只是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并非是数字人民币发展试点。深圳、苏州、雄安、成都是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
以及中西部的代表。那只有这几个地方在搞数字人民币的测试。人民银行正在上述的4地开展数字人民币的相关测试，并非说28个城市都在搞相关的数字货币测试。那党的意思就是说，哎呀，你们不要担心，虽然说之前的新闻有报道啊，28个城市都在测试数字货币呢，但是呢，可能是引起了老百姓的恐慌，所以呢，党现在要改变一下宣传策略了。哎，你们看，现在呀，并不是这么多的城市在搞数字货币呢，你们就不用担心了。看到这儿，观众朋友们应该能看明白共产党的文宣套路了吧？共产党它组建的是什么？就是一个舆论包围网。老毛是怎么说的？要抓紧笔杆子、枪杆子、钱袋子。你们看，笔杆子啊排在第1位，后面2位才是枪杆子和钱袋子。得笔杆者得天下。实际上呢，共产党就是要组建一个舆论包围网、笔杆子网，把所有人都包围在他的文宣体系当中。在这个包围网中呢，怎么说都是共产党想要说给你们听的，你怎么看都是共产党想要给你们看到的，怎么说都是他有理，知道吗？这个包围网一旦建成啊，无论你是独裁体制还是民主体制啊，都可以把老百姓控制的死死的。也就是说，你民主体制下的人民的选票、人民的想法，也可以通过笔杆子、文宣、媒体来控制、来操纵。在这个包围网中呢，所有的华人都是工具。就像在美国选举的这件事情中的华人啊，你们看好了啊，华人获取的资讯的渠道都是非常固定和封闭的。共产党的文宣就是可以抓住一些捕风捉影的东西，然后呢再给你扩大、夸张、造谣。比如说啊，希拉里的脚受伤了，这些文宣啊就给你说希拉里是带了和孟晚舟一样的警报器啊，希拉里实际上已经被抓了。奥巴马呢去视察一下监狱，然后呢这些人就告诉你，奥巴马被抓了，被关监狱了。还有呢就是奥巴马因为过感恩节几天放假没有更新推特，然后这些文宣就告诉你，哎呀，奥巴马被抓了啊！你看推特都不更新了，硬是把这种没有什么关联的东西啊给你掰扯到一块儿，给你洗脑。还有呢，比如这个3块硬盘卖电脑的那个人他那个人觉得现在把3块硬盘这个事情搞大了，然后呢开始回避这个事情，不出来说话了。然后咱们华人都说，哎呀，原来是别人一把火把人家的电脑店给烧了，把人给迫害了，消灭了啊！观众朋友们，你们知道这些文宣套路是利用的什么原理不？它就是利用的一个闭环的信息圈子。实际上啊，你说哪里发生火灾呀，哪个地方的人被迫害了呀，这个火警呀、警察局呀都是有公示的啊。但是咱们华人大部分是不懂英语的，或者说是英语非常差的，可能连这个地方的地名呀，连这个地方的电脑店的名字呀都用拼音字母拼写不出来，甚至呀这个店主呀、地名啊，咱们华人媒体都是可以给你捏造的。比如说这个老板叫做詹姆斯、杰克逊、麦克、强森之类的听起来比较牛逼的洋人名字，随便给你捏一个。地名叫做什么南斯威尔呀、布鲁克郡呀、奥斯莱斯呀，随便编随便写反正就是欺负你们不懂英语，再加上华人自己不喜欢动手去查阅资料，大脑懒惰再加上看不上英语，看不懂英语，所以呢十有八九的这些大外宣他会料到咱们不会去核查事实的那人家自然想怎么说想怎么骗就怎么来嘛。咱们只能听这些华人媒体给你们讲故事，甚至呀某个名人干了啥他都可以夸张的没说过的他说说过了，说过的做过的他又给你说没有，是假的。观众朋友们这就叫做颠倒黑白，虚虚实实，最后搞得你都不知道他哪句说的是真的，哪句说的是假的，他哪个事儿做了，哪个事儿没做，你就陷入了这种怀疑的陷阱，深坑里面爬不出来了。
更别说你还要看一大堆密密麻麻的英文字幕来核查这个消息的真实性。你连中文你都懒得看了，你更别说英文了，对不对？懂了吧？这种玩法的威力有多大啊？面具人，我给你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你知道这个地方的狗不理包子非常的有名，有一家狗不理包子做得非常好，但是呢，你就是不知道，这家包子店在哪儿，哪里有卖的，那怎么办呢？你先搜一下百度地图，百度地图显示，这个包子店在这里，然后你就去了，然后呢，你发现，走到这个地方了以后，这家包子店因为生意好，要扩大店面，搬走了，然后呢，怎么办？也没有贴一个公示，可能是搬走的时间太长了，那怎么办？找人问呗。结果呢，过来一个当地人给你说，狗不理包子店搬到南边去了，然后呢，你就往南边走，最后发现，南边也没有。后来呢，你又问当地人，结果又过来一个当地人给你说，这狗不理包子店搬到北边去了。结果呢，你就朝着北边走，走到北边了以后呢，还是没有发现这个狗不理包子店。最后呢，你有点不耐烦了，你想再问一次吧，你再问北边的当地人，北边的当地人告诉你，狗不理包子店搬到东边去了，没问题。然后呢，你就往东边去找，结果呢，你还是没有发现狗不理包子店在东边。最后呢，你想不耐烦了，算了不找了，也不吃了。而实际上呢，真正的狗不理包子店就在西边呢，只是你没有耐心继续找下去了只是你已经没有意志力再去找下去了。观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想过不管你是东南西北，你只要问，你只要想依靠别人获取消息，那你有没有想过给你放消息的人都是党的人，专门派出来给你放假消息的呢？然后利用假消息给你不停的放，给你不停的洗脑，最后搞得你连真消息都不相信了，懂了吧？就算这个找包子店的人最后过来一个真正的好心人，告诉他，狗不理包子店实际上在西边呢，实际上真的是在西边，人家没撒谎，没骗他，没说错，但是他也不相信了，懂了吗？好了，回归正题，共产党他就是这样，一会儿真消息了，一会儿假消息了，到最后呢，把人都给你搞成神经病了，最后就成什么样子了？把人整成了给你说真消息你不信了，反而呢给你说假消息你真的相信了。这也就是为啥咱们华人活成了中国模式。相比较于真话，华人更喜欢听色情的极端的谎言，激情的谎言。那这个数字货币，他一会儿说要全国推广，一会儿又说不会全国推广。总之呢，就是在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当中给你们做心理按摩。在我党没有把真正的局布起来之前呢，他是不会轻易的露出獠牙的。其实共产党就是这样，在他没有把握一击毙命的时候呢，他就会一直使用乌龟战术，装孙子。你觉得共产党没啥呀，共产党弱得很，共产党完了共产党今天完了，共产党明天完了，共产党是傻子白痴弱智。而当你真正发现共产党不是傻子白痴弱智了的时候，他露出獠牙的时候，到那个时候你已经完了，你就是必死无疑的局面了，你已经没有任何回天的能力了。到那个时候你就只剩下恐惧和后悔了。就像这群傻子华人天天跟着瞎嚷嚷，说美国应该内战，美国应该戒严，美国应该军管，应该这个消灭掉支持民主党的所谓的左派，白左华左，是吧？说这些话的人呢，有一部分人呢是没有在美国的比如在墙内的或者是在别的国家过得不好的人，这部分人呢是没在美国，纯粹的是见不得别人过日子过得好的天天煽动别人国家互相斗争，煽动别人上街的一群坏蛋那还有一部分人呢，这种人真的是在美国，你说他在美国，他还天天煽动美国互相斗争，煽动种族斗争，煽动美国内战、军管、戒严，是吧？这种人呢，要么就是纯坏，因为他们干这种煽动斗争、煽动武装互害的事儿有钱赚，他们本身就是狗腿子。如果真的美国戒严了，
啊，军管了，那他们就真的成权贵阶层了。那还有剩下的一部分人呢，就是纯傻逼，他们天天煽动美国分裂，煽动美国内战，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而且呢，这种人呢也没有任何逻辑和道德可言啊，天天煽动别人杀人啊。就算是美国武装叛乱了，戒严了，军管了，你们仔细想想嘛啊，美国戒严了以后，你们这些华人是没有任何权利的，你们是第一个被当成共产党间谍被就地正法的，因为都戒严了嘛，那也就没有任何法律能保护你了，你也不用讲什么人权了，因为军管了戒严了，还讲什么人权呀？抓间谍抓特务呀，就看你支持不支持，你是支持川普呢，还是支持子弹呢？啊，不支持是吧？不支持你就是作弊，你就是汉奸走狗卖国贼战狼五毛小粉红，你不支持你就是共产党的间谍特务，你就该死，懂了没？你没有任何不支持的权利。你告诉我你为啥不支持啊？川普那么伟大的神选之人，你为什么不支持他？你不支持他你就是有鬼，你不支持他你就是收了别人的脏钱，你不支持。观众朋友们，看明白了没有？文革当时是怎么玩的？看明白了共产党的文宣套路了没有？共产党的文宣套路说白了就是对立啊，就是制造矛盾，给你贴标签，拉一派打一派。你们自己仔细看看啊，最近有些特务啊，他们开始干啥了？民主党这边搅屎搅一下，共和党那边搅屎搅一下。就像阿猫说的，这些人呢，他是先从说共产党不好开始的。因为只有这样呢，啊，你才能博取敌营的信任和反共人士的信任，对吧？敌营18年呀，你不要说你反共反了1-2年，哎呀，你坚持不懈的反共反了1-2年，你就很伟大了。那些老特务、老间谍潜伏在敌营当中18年、几十年的人都有呀，对不对？那这些人不是更应该说他反共成了反共英雄了吗？对不对？咱们想一个逻辑嘛，你反共，你才能深入到美国的敌营当中呀，因为美国它总体的意识形态是反共的呀，对吧？那你总不能说你是舔共的，我爱共产党，那你说你要是你爱共产党的，你别说是你打入到美国的深层了，你连签证都办不下来，对不对？啊，党员肯定是不能进入美国的呀，党员是不能拿美国的绿卡的呀，对吧？你肯定说你要反共呀，这样你才能打入别人的深层嘛，啊。你当然要说，哎，反共，说共产党不好。你先从说共产党不好开始，博取了敌营的信任了以后，博取了反共人士的信任和票房市场了以后，然后呢，这个步子就迈进了一步啦。他开始从说共产党不好，而转变为开始说民主党的人都是坏的了啊。他不仅仅只是说共产党不好了啊，连美国的民主党也全部给你打成共产党。然后呢，等这个气氛渲染起来了以后，他就开始说美国的法院、美国的警察、美国的军队都是坏的，都和中共勾兑了啊。至此，美国的半壁江山，一大部分的行政机构也都是共产党了，也都是不好的了。到这儿还没结束呢，你们看好了啊，就连他们之前捧上天的海妖还有共和党也成坏的了。共和党党内不支持川普的也都是被中共勾兑了。那到此为止，等于说美国没有好人了，法院、警察、军队、民主党、共和党里面都是坏人了，就只有川普一个人是好人，就只有支持川普的才是好人，反对的全是坏人，反对的全是共产党，对吧？啊，就川普和这些民主大师是好人了。那观众朋友们，你有没有想过啊，最简单的一个逻辑，这个社会啊，一个人说你不好，那可能是说你不好的这个人有毛病，2个人、3个人说你不好，还是人家的错，对吧？那要是这个社会上至少有1半的人都说你不好，那等于说这1半人都是傻逼吗？都是针对你吗？对不对？你有没有反思一下自己的问题啊？那等于说川普现在啊，在这个社会上至少有1半人反对他，等于这1半人都是假人，都是共产党人，对吧？啊，只有这些川普的支持者啊才是对的，你支持川普你就是对的，你反对你就是错的啊！我连反对的权利都没有了。刚好呢，支持川普戒严，支持川普军管，甚至是支持川普消灭所有其他的反对派的这些声音，都只有川普本人和他的狂热支持者以及咱们这些民主大师在说这种言论
那这等于是啥？这等于是一小部分人要否定整个美国了啊！那这算不算颠覆？这算不算煽动啊？那看到这儿，你们应该能明白这些人究竟是想要干嘛呢？是不是要煽动颠覆呢？面具人，我告诉你们啊，西方人啊，就算是支持川普的、投票给川普的这些老外啊，他们也是反对什么武装暴动的、消灭反对派的啊，要把这些不投给川普的人全部的抓起来、消灭掉、审判啊。有这种思想的大多数都是咱们极端华人。你们可以去看一下阿里有一个节目专门说过，他在深洪州啊去给别人做业务的时候，因为他是搞通信的嘛，采访过一些深洪的支持川普的人，人家就说了，哎呀，输了就输了嘛，输了以后再选嘛，4年以后还有机会吗？并没有说一定要消灭反对派，懂了吗？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玩的就是心理超限战、心理按摩。就像这数字货币，你们不意识到问题啊，那党现在又迈进了一大步。上一次搞了一个试点啊，公布出来的是注水了1000万，对吧？啊，1000万都覆盖了3、4千家商家。这一次呢更多。你们看这个新闻报道啊，12月4日，苏州发布消息称，面向符合条件的苏州市居民发放2000万元数字人民币消费红包，每个红包金额为200元，红包共计数量为10万个，采取摇号抽签的形式发放，抽签报名通道自2020年12月5日正式开启，持续至12月6日结束。将从参与数字人民币消费红包抽签活动的客户中选取部分人员参与离线钱包的体验活动。你们看好啊，这一次是2000万的数字货币红包啊，这次涵盖的人数比上次在深圳涵盖的人数的数量是翻倍的啊。那你们就能想象一下这次的威力有多大了。那面具人，我告诉你们啊，中共的宣传系统实际上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大海，他不想让你知道的事情你是不可能知道的，你只能等党给你一点一点的爆出来。你们自己仔细看看啊，海外这些民主大师讲的新闻啊，实际上你看一下时间点啊，基本上都是墙内先发墙外才说的啊，只是偶尔一些国际新闻这些民主大师说的能稍微早一点，但是你们自己看一下啊，海外的一些新闻啊，墙内啊也会发的。当然了，骂共产党的肯定不发嘛，是不是？面具人，我告诉你们啊，你们真正想要明哲保身的话，你只能透过这些表现出来的现象，你自己做出判断，自己做出保命决定啊，保命保财嘛。就像刘强东一样，刘强东之前不是在国外吗？在美国吗？在美国又能怎样？当想把你弄回来，你就得回来。给刘强东整个什么侵犯别人女性呀，搞个佛跳墙嘛，桃色事件嘛，对吧？共产党想要整人，他想怎么整就怎么整。哎，共产党整人一般是3个步骤啊。第一，名声上搞臭；第二，经济上搞垮；最后呢，就差把刘强东肉体上消灭了，对不对？当然了，刘强东这家伙水也深得很，色字头上一把刀嘛。刘强东自己就是个老牛吃嫩草的老色批，哎，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对吧？那为什么要把刘强东弄回来呢？不就是为了猪养肥了就得宰就得吃肉吗？刘强东的企业现在可以说是交给中共了呀。你们看这个新闻啊，京东现在的名字叫做京东数科，有这么大一个板块。根据京东数科的消息称啊，京东商城支持市民在购买自营爆品的时候使用数字人民币支付，成为试点中首个接入数字人民币的线上场景。同时呢，市民可以在苏州市辖区内近万家京东线下商户无门槛消费。京东旗下的五星电器、京东之家、京东便利店、京东小店等线下场景均有门店支持使用数字人民币。京东与苏州市襄城区联合打造了数字人民币特色支付场景，收货地址在襄城区的市民可以选择京东商城自营商品货到付款场景使用数字人民币支付，也就是说货到了你再付款，但是呢你要用数字货币，但是这个数字货币必须得用你的人民币来换，那足不出户既可体验数字人民币的便捷支付服务，
你们想想啊，这次在苏州啊，这个场景啊，可不仅仅只是扩大一个2000万的注水，这个注水行为啊，我一会儿再说，里面还有大秘密呢，危险得很。那么此前呀，京东数科与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院已经达成了战略合作伙伴，双方呢以数字人民币项目为基础，共同推进移动支付基础业务的技术平台、区块链技术平台这些方面的研发建设，并且呢结合京东各大场景，共同促进数字人民币的移动应用和功能的创新及线上线下场景的落地应用。此外，苏州市襄城区具备数字金融、工业互联网发展基础，正在加快进度、加大力度推进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据悉，12月11日晚，苏州市将正式启动双12苏州购物节活动，围绕着吃、住、行、游、购、娱6大要素和夜间经济、品牌经济2大经济形态，增强内需对区域经济的拉动作用，并加快形成双循环发展格局，联动近10000家线下商户及电商等参与数字人民币红包的活动。看好了啊，党说了要尽快形成双循环。双循环是什么意思？就是数字人民币和人民币现金双循环啊，循环着循环着，慢慢就淘汰掉你的现金，把你的现金就循环没了，懂了没啊？并且联合工农中建交邮储6大银行以及京东数科、华为、vivo 等众多商业企业，打造继党费交纳，看党员也都给你们管上了啊！智慧停车、交通补贴发放、智慧商圈建设、税费缴纳之后的又一创新应用场景。京东数科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依托科技加产业加生态的优势，在支付领域长期深耕，并持续探索产业数字化发展。此次参与苏州数字人民币试点项目，京东数科提供了技术加服务，连接了运营机构与大场景，将持续配合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苏州市政府，加快建设数字人民币钱包的生态，助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观众朋友们，面具人接下来要给你们说一个恐怖的事情啊，你们自己仔细想想啊，这个数字人民币的试点啊，一次就给市场投放1000万、2000万，这只是一个市场、2个市场啊，一共有28个城市，里面还有上百个地区。今天发个1000万，明天发个2000万，他为的是什么？你们有没有想过啊？这不停的发数字货币，不停的给市场放水，会不会引发通货膨胀呢？会不会啊？一个城市一个地区1000万、2000万的放，那实际上的数字可能还不止这么一点呢。观众朋友们，你们想象一下嘛，在这么多城市啊，28个省市，几百个地区，今天同时发放1000万，明天同时发放2000万，今儿发一下，明儿发一下，那这数字可大了去了，天文数字呀！那党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嘿嘿，面具人再给你们看个新闻，你们就能明白了。12月4日啊，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简化、优化部分纳税个人所得的税和预缴方法的公告。哎呀，真绕口！公告明确写到了，自从2021年1月1日起，对完成整年纳税年度月内均在同一单位预扣预缴的工资薪金所得的个人所得税，且全年工资薪金收入不超过6万元的居民个人，扣缴义务在预扣缴本交年度工资薪金所得个人所得税时，累计减除费用自1月份起直接按照全年6万元计算扣除。也就是说，在纳税人累计收入不超过6万元的月份，暂不预扣预缴其个人所得税；在其累计收入超过6万元的当月以及年内的后续月份，再预扣预缴其个人所得税。对按照累计预扣法预扣预缴劳务报酬所得的个人所得税的居民个人，扣缴义务人比照上述规定执行。听懂了没？听起来挺绕口的，挺复杂的，没听明白是不是？没听明白就对了，党就是玩文字游戏，处处留伏笔，你看不懂，那你不能怪我没说清楚，你看不懂就对了，对不对？这里面啊有一则条款啊，就是这句话：1到12月的累积工资薪金收入，包括全年一次性奖金等各类工资薪金所得，且不扣减任何费用及免税收入。这句话记好了啊，
累计工资薪金收入，包括全年一次性奖金等各类工资薪金所得，且不扣减任何费用以及免税收入。也就是说，你的年终奖呀、补贴呀、差旅费呀、免税收入呀、报销呀都算上，不得超过6万元一年。那这样算6万元一年多吗？啊，6万元一年可以不交税，那实际上这些费用远远超过了6万元一年呀，对不对？你们算算吧，现在的中国人，你一天不挣个100-200块钱，你能活得下去吗？啊，每天电话费、网费、吃饭，乱七八糟的房贷啊，一个月6000块钱多吗？甚至有些人，很多人他一个月赚不到6000块钱，全等着那一年下来的年终奖呢。这好家伙，你把这个钱也算进年终奖里面，也要交税了啊，要命呢！哦，年收入不超过6万元可以不交税，那这些乱七八糟的都算上，那实际上就等于还是要交税呀。这大眼一看，妈呀，这年收入超过6万不交税，牛逼！实际再一想呢，这是党要割韭菜呢。啊，你不要拿美国来比啊，美国人家减税是减的年收入40万元以上的，40万美元以上的。你中国人啊，每个人不但不减税，还要把这些最没钱的底层穷人加税，懂了没？你不要想着川普是减谁的税，川普是减富人的税啊，川普是要给这个富人，拜登呢是给富人加税，川普是要减富人的税，懂了没？共产党刚好给你玩反了，共产党是他妈的跟川普是一个套路，减富人的税，加穷人的税啊！共产党一边开放数字货币给市场注水，其实这操作就相当于降准了。习近平这几年降准降了多少次了？效果不大是不是？那行啊，咱们直接打鸡血，直接发数字货币红包抵扣券。那这样啊，这些大量的数字货币，今天10几万人，明天10几万人啊，今天放个几千万，明天放个几千万，实在不行几百个城市同时一起每天放个几十万、几千万、几百万，对吧？这样子放水，很快数字货币会大面积的流入到市场。那放了这么大的水流入到市场了以后，那会不会增加通货膨胀？会吧。那你通货膨胀了，那你的工资要不要涨？你的房价要不要涨？要吧，不然的话你根本消费不起，对吧？但是呢，你看，工资涨了，房价涨了，哎呀，看起来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呀，对吧？工资涨，房价涨，啥都涨，是不是？那我党也有税收了。那实际上呢？实际上是你的房价涨了，那物价其他的消费的涨幅更大。那你告诉我，房价是涨了还是跌了啊？你房价涨了，但是呢，物价还有其他的消费涨幅更大，涨得更猛啊！那你说房价是涨了还是跌了？实际上房子是跌了呀，对吧？实际上，那你们仔细看，这涨来涨去都是浮云呀。实际上，你的消费能力提升了吗？哦，你月收入8万，买个烧饼5000块，那你要8万块钱的月收入有啥用？买上10几个烧饼，就跟那个中华民国末期一样啊，拿驴提了一袋子钱换了一袋米。实际上呢，通过让整个社会大幅的通货膨胀来解决房地产泡沫、社会泡沫这一种套路啊，日本、韩国都用过。然后呢，你看他们现在的货币是什么情况啊？买一瓶饮料几百块钱，但是人家人口少啊，政府也进行了廉政改革呀。中国会吗？中国现在都集权到什么份上了？微信上面说错一句话你就再见了，知道吗？你现在房价涨了，工资涨了，这一切都是障眼法。有些人说涨了总比不涨好呀，那涨了又咋了嘛？观众朋友们，房价涨，物价涨，学费涨，涨到最后3座大山越涨越重，人民越来越极端，并且呢，还有很多人总是不愿意自己做好事，盼望着川普来拯救你们。好事都是别人做，好处你们拿，对不对？明白了吗？你要想明白，今天整个社会的道德沦丧，每个人都抛不开责任，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社会当中的一环。你要看了这些社会有不公，你就去消除这些不公；你要看到别人有难，你就帮他啊。中国人改革开放这几十年到现在啊，先富带动后富了吗？有钱人怎么了吗？有钱人有钱起来了，他帮过穷人吗？没有啊。也就是说，同样的民选体制啊，就像咱们华人眼里面想的一样啊，我选输了就是对手作弊，重新选举，选到我赢为止，那这还选啥嘛？是不是啊？谁敢反对我就消灭谁。
那你觉得你们想要民主吗？啊，同样的权利，你要负同样的义务的，你只想要权利不想要义务啊？那你有没有想过，你有同样的权利，你要有同样的责任呢？权利越大，责任越大啊！你只想要权利不想负责任啊？那这个社会是不会好的啊！反而呢，你看咱们华人的民主大师把中国的这套集权也搬到美国去了，越玩越夸张，越玩越玄乎，明白了吗？好了，来讲今天的第二个事情啊。鉴于中澳紧张情势加剧，澳洲小麦商宣布撤出中国市场。为此呢，中国小麦买家正在疯狂地收购澳洲的低筋小麦，以满足高档面包店的需求。其实呀，中国购买的小麦不及澳洲出口的10%，你们知道吗？截至2020年9月，中国已经购买了超过5亿澳币的小麦，但这也没多少钱呀。跟美国呢一买几百个亿、上千亿，那没法比，这个数字还真不算大。那退出中国市场来说，对澳洲来说也不是多大的刺激，对澳洲来说根本就是不痛不痒。那澳洲的小麦出口商表示，虽然中国的市场广大，但是呢，近来考虑对大麦以及其他农产品的动作啊，退出中国市场也是可以考虑的啊，可以考虑不拓展中国市场。那中国买家也表示，尽管已经向美国购买小麦，但是要等到2021年第一季才能交货，在此之前别无别的办法。而法国小麦又不适合用于糕点制作，才能让澳洲小麦占据独特的市场地位。看好了啊，中国是预先购买美国的小麦，知道吗？不是买现货，是买的预先的货。你看看这习近平给美国帮了多少忙呀！啊，你们天天还说美国要灭共呢，成天到晚的颠倒黑白，说美国灭共，美国灭共。那美国灭共，美国还能不停的给中国卖口粮吗？美国这分明是和中共合起伙来出卖盟友嘛，对吧？啊，割盟友的韭菜啊！华为和美国达成了出货协议了，然后你美国就要放人了。那你川普忽悠人家加拿大特鲁多帮你抓人，搞了半天就是为了增加自己的交易利益啊！啊！你川普忽悠澳洲、日本、台湾和中国对着干，然后呢？然后你看澳洲就是跟中国对着干呀，澳洲结果呢这几天被中共不停的找事儿啊，红酒也被加这个关税了，然后澳洲不给中国卖小麦了，你美国呢紧接着见缝插针就给卖呀啊！澳洲不卖了，你美国卖，那你美国到底是想干啥呢？和习近平割韭菜呢？哦。日本、韩国、台湾不能卖给中国半导体设备了，然后你美国紧接着就给卖呀，顺便连队友都卖了。观众朋友们，你们看好了啊，这些民主大师说的话，每次都是义正言辞的讲了半天屁话，结果呢，有哪样成的，有哪样是和这个真正的打击中共和事实啊相符的，完全都是反着来的。川普退群咋了嘛？啊，川普制裁中共咋了嘛？啊，结果呢？美国不停的出卖队友，美国不停的割盟友的韭菜，然后美国自己私下和中共勾兑啊，别人不能卖，你美国能卖啊，那合着就是你中美一家亲嘛，中美一起来殴打西方世界，殴打盟友嘛，对吧？啊，这些民主大师给你们讲的东西，有哪样对人民有好处的？他无非就是让你变得更仇恨化，更反人类、反社会化，更极端。什么人种啊，什么这个肤色呀，什么阶级斗争啊，什么消灭谁呀，啊，什么谁作弊呀，啊，谁反对就把谁消灭掉。他们说这些话，哪一个是能提高智商的？哪一句话，面具人，我告诉你啊，都是在降低你们智商，都是在对你们降维打击。哦，对了，还有一个话题就是这个重庆的矿灾啊，那这个事儿话题太和谐了，咱们不适合在这讲。面具人，我把相关报道发到推特上或者是我的 Telegram 群里面啊。你们去那里看好吧，那今天身体也不好，再见。